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我们来看6700多分的巅峰局的那个亚索出装符文搭配。这里面的话，符文上面的话，因为这局是打铁男，所以才带的是致命征服者。如果说你像是打那种剑姬啊，那些持续回血有回血的那些，对吧？比较能耐线的那些的话，就带不灭之握。像前期的话，尽量不要跟对面对拼。不要着急。对面好像没有放 Q， 不会学的是 E 技能，有可能。他一级学的是 E 技能，这样的话线是回推线，对面的话是比较痛苦的。这里用 E 技能拉开，不要跟他对拼。这里 E 过来以后 AQ， 然后再用 E 拉开刚刚。这里不要着急交锋，尽量预判以后给 Q， 就是呢把风给到他身上。哦，刚刚卡了一下。像 E 技能，你上去 Q 一下再 E 开，不要吃到他的 E 还有 Q。像铁男的 Q 的话，它短的地方呢，那里伤害是会变低的，所以尽量不要在它最外围。所以你亚索打铁男就要 E 进去，这里发现他5级了，出大事。那这样的话，有可能看绝后哥怎么去操作，闪现拉出来，直接一个 E， 但没有风，有风的话就好了。这里用大招接了一下，差点送出去了，但瑞兹过来了，跑不掉了。哦，有风墙，但是有 W， 太着急了。这里队友都开始说绝后哥了。对面铁男的话也是不弱的，玩得很好，很细节。这铁男是会玩的，如果玩得差一点，已经被绝后哥秒掉了。你看这里面每次都是卡在 Q 的那个近处的话就不会说太高额的伤害。这个铁男每次的 E 技能它都是反向 E， 这里面打那么多套，然后一吃一个单体 Q 就直接顶不住了完了，这里的话还是被对面单杀了。铁男这里面大招的厉害之处。只能说铁男的话还是确实比较克那个亚索的。亚索的话是克一些有远程技能的一些英雄，能规避一些伤害。但如果说像铁男这种纯近战的话，就比较够呛了。这里的话又卡了一下。
对面没有大招的，可以稍微拼一下。打野也在，对面也不给机会，那这样的话打野走了，线还被卡住了。这里想解线的话还是比较危险，虽然说对面打野在上路。这局的话，如果出个水银鞋的话，就打得过，还好打一点。这里可惜做了攻速鞋，终究还是觉得自己太自信了。这里面你可以看到，这局的发育算是比较差的了。这里的话瞎子要被关进去了。这里的话，看看有没有击飞超远程的一个进场，但这里的话，龙还是稳稳的惩下来。这里找到对面的后排，直接接大招秒到瑞兹，交闪现，再 E 一个风，看看能不能找个机会。对面知道有风的，这个铁男好细啊！如果你们玩的这个铁男，我跟你说。能玩出来这个铁男的效果，我跟你说，大家上分真的很轻松。就那个亚索有风的话，如果是普通玩家会觉得直接追了，但这里面这个铁男一点机会都不给，不好打。但银血做出来的话，那就两回事了。就像永恩也是，银血只要有吸血装备做出来以后，就成装一件成装做出来以后，对亚索那个永恩这些英雄，就是比较高的一种加强。你看这里面，对面不敢拉大的话有可能会被秒。这里用 E 直接躲掉对面的 Q。伤害很高，但越塔的话没办法。这里的话，准备直接把暴击拉满，直接无尽出门，裸个无尽。完了，这里面又被对面拉了。这里的话，找个机会过来。直接身边有谁就打谁，这里有兵线刚刚好，这里拉出来双风，大招直接把对面螳螂秒掉，很细，太细啦，这就是高手的亚索嘛。这里攒个风，看看能不能操作一下，操作到了，但队友没接上伤害。这里风的话一定不要太着急。尽量是，比如说像你想接大之前，一定要给自己面前放一个风，不然的话，有可能你在大的过程中被集火，那你是直接会被秒掉的。但这就是如果说你玩的不怎么行，那就得看你的装备了。对里盲僧直接过来。完了，这里被关进来了，还好，但这里被他躲了风，被闪现躲了 Q， 5A 级连招铁男的，因为铁男偷了属性以后，平均伤害特别高嘛，所以不影响。特别是像亚索这种 AD 英雄。
啊，这里维鲁斯被 W 留下来了。无尽做出来的话，对面是好打很多。这里找个机会，直接大招接取瑞兹，这里有饮血剑的效果加双抗，闪现躲开。风放的有点歪，不然的话对面凯南是跑不掉的。好，无尽做出来了。对面如果没有做那种高的物抗的话，就好打很多。这里做一个重伤，尊重一下对面铁男。对面铁男玩的确实很不错。像这种，比如说你在团战外，但你不确定团战内什么情况，直接长摁，摁死大招，找个机会直接就进场了。像亚索的话，可以利用中线直接开团 ，E 技能的高机动。这局的话没有前排，所以等做了那个，可能得先做肉装。这里直接一个风墙挡住对面的 ADC 输出，然后直接一个 EQ， 把对面 ADC 直接吹起来。我操，太细了！又被拉进来了，这样的话不怕的，可以站撸。我去，就装备起来的亚索确实不是数值可以比拟的，对面交闪了，那这样的话可以直接拿大龙。像铁男这里面就可以看出来，拉上单其实是个很错误的选择。像铁男的大招前期可以，比如说关键时刻是拉打野，比如说抢中立资源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在那种打团的时候是拉对面 C 位，这才是关键。要么是对面的中单，要么是对面的射手，而不是去拉亚索。亚索这个英雄你拉进去的话，如果不会玩还好，会玩像这种绝活哥不好打。因为铁男并不是肉铁男是偏战士，而且还是不是常规的那种。哎呦，这里被冰住了，完美，直接盲僧踢起来接大招，精彩的组合技，不给对面机会跑路。中路其实可以找机会开起来，这样的话就有机会了。这里有风墙在这里的话会更好一点，可惜刚刚风墙已经弄掉了，那兵线就守不住。大招的那个大龙的效果也快结束了，这里做一个水银，要防一下对面瑞兹的还有那个电耗子的一个控制。对面法术伤害还是蛮多的，像那个中单、上单还有辅助，所以这里面做个魔卡。我这里找到对面的凯南，直接秒掉，
队友还说等一下，直接都可以秒掉了。但可没有大招，如果刚刚有大招的话，就能接到对面的射手。你看到没有？这里面你就会发现拉 AD 才是正确的选择。后期团战的时候，前面他拉亚索其实就是算是失误了，拉错人那就是失误。这种在塔里面的话，千万不能接大招，一定要拉出来或者在塔边上接大招。这里的话可以选择做双生花，可以提供一个边打移速越高，对吧？下一波龙团的话，对面是接不了的，不好接的。这样的亚索，这样的话，这亚索对面还打不动。这里先处理一下中线，这里还是有龙魂的，有龙魂的话，对面很难打。这里风女直接绕后吹起来一个，但对面金身落地，对面了拉过来吗？对面凯南不敢给大招给这个亚索了，因为完全打不过，直接。这里的话必须得扛着塔赶紧跑。这里有大招的可以操作，直接接大招。有双生花，所以坦度特别高。2个 Q 直接一个 Q 一个人头。这局的话就这么轻松的拿下了。虽然说前期在对线上面是吧，铁男前期的优势，但后面亚索才是真神啊！好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